近几年，科学家利用原子钟技术把时间测量的精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2023年以后，多项实验已经能够在仅几十厘米的高度差上，直接测出引力导致的时间流逝差异。也就是说，你站在楼下和站在楼上，时间真的在以不同速度流逝。这不再只是理论推导，而是可以被直接测量的现实。与此同时，天文学家在观测中子星和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时，也发现了与广义相对论高度一致的时间延缓信号。这些最新成果共同指向一个结论：引力让时间变慢，不只是宏观宇宙中的极端现象，而是无处不在的时空基本属性。在相对论的奇妙世界中，引力能让时间变慢并非科幻设定，而是一个经过无数实验验证的物理事实。从地球表面极其精密的原子钟实验，到宇宙深处黑洞周围的时空结构，引力对时间的影响贯穿了从日常尺度到宇宙极限的各个层面。要真正理解这一现象，我们必须跳出牛顿力学中引力是一种相互吸引的力的直觉，回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。在广义相对论中，由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提出的根本观点是，引力的本质并不是一种隔着空间直接作用的力，而是时空本身发生了改变。质量和能量的存在会改变时空的结构，而物体只是沿着被改变的时空结构运动。行星绕太阳运行，不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引力之手拉着转圈，而是沿着弯曲的时空路径前进。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，都会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示意图：一张被拉紧的橡胶膜，上面放一个重球，膜被压出一个凹陷，小球在周围滚动，看起来就像行星绕着恒星运动。这个图像确实直观，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，它只展示了空间在二维平面上的弯曲，却完全忽略了时间这一维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容易让人误以为引力只是在空间中挖了一个坑。实际上，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一个四维的整体，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构成统一的时空。在这个框架下，引力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凹陷，而是时空整体性质的改变。可以换一种更接近物理本质的比喻，把时空想象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格，或者一块具有弹性的海绵。大质量天体的存在会让周围的时空网格被压缩，变得更密集。越靠近天体的质心，网格越密；越远离天体，网格越稀疏。这种变化是连续的，没有边界，也没有断层。如果天体是静止的，时空密度的分布就是稳定的梯度；如果天体在运动，这种密度分布还会随之发生动态变化。天体的运动会牵引周围的时空，就像水中的漩涡会带动附近的水体一起旋转。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被称为参考系拖拽效应，已经通过卫星实验得到了验证。这说明引力不仅仅影响空间的几何结构，也深度参与了时间的流逝方式。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时间为什么会变慢，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想化的模型。假设宇宙中只有地球这一个大质量天体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球，所有的时空畸变都只来自地球。在这个模型中，地球周围的时空网格会向地心方向逐渐加密。接下来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物体自身的尺寸并不会因为所处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。一个人站在地面和站在高空，身高不会改变，一把尺子在不同高度测量的长度也不会改变。这是因为构成物体的原子和粒子同样处在当地的时空环境中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由电磁力决定，并不会因为时空密度的变化而被直接拉伸或压缩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时空网格密度的不同，就意味着同样大小的物体在运动时穿越的时空网格数量不同。靠近地球的地方，网格更密，一个人走1米，一个光子传播一段距离，都会穿过更多的时空网格。远离地球的地方，网格更稀疏，完成同样的物理过程，穿越的网格数量更少。而时空网格正是用来度量空间和时间的基础单位，穿越的网格越多，就等效于经历了更多的时空刻度。于是结果就出现了，在地球附近，同样标记为1秒的过程，实际上消耗了更多的时空资源。对远处的观察者来说，这1秒显得更长。反过来，远离地球的地方，1秒对应的时空刻度更少，在地面观察者眼中，那里的时间流逝更快。这就是引力导致时间变慢的直观解释。地球附近的时空被压缩了，单位时间内包含的时空结构更多，于是时间显得走得更慢。
光的行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而清晰的证据。相对论告诉我们，真空中的光速对所有观察者都是相同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光的所有性质都不变。当光从引力较强的区域传播到引力较弱的区域时，光的波长会被拉长，出现引力红移。当光向引力更强的区域传播时，波长被压缩，出现引力蓝移。光速保持不变，变化的是时空的刻度，这正是时空网格密度不同的直接体现。同样的原理还可以解释引力透镜现象。遥远星系发出的光在经过大质量天体附近时，由于时空网格向天体之心方向收缩，光的传播路径被迫发生偏折，看起来就像被一只巨大的透镜弯折了一样。这一现象已经被大量天文观测反复证实，是广义相对论最成功的预言之一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黑洞，时空密度畸变会达到极端状态。随着逐渐接近黑洞的事件世界，时空网格变得越来越密集。在理论上，对远处的观察者来说，靠近世界的物体时间流逝会越来越慢，直到在世界处几乎完全停止。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观测世界内部发生的事情，但这一结论来自严密的数学推导，是现代黑洞物理的核心结果。除了从时空密度的角度理解引力让时间变慢，还有另一条重要的解释路径，那就是强等效原理。强等效原理指出，在局部范围内，引力与加速度是完全等效的。你无法通过任何局部实验分辨自己是在一个静止的引力场中，还是在一艘不断加速的飞船里。这一原理源自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事实：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永远相等，物体抵抗加速的能力与它产生和感受引力的能力，在所有实验中都完全一致。在这个视角下，我们可以把地球的引力场等效为整个时空正在向地心方向加速塌陷。靠近地球的地方加速度更大，远离地球的地方加速度更小。这样一来，不同高度之间就存在等效的相对运动。而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只要存在相对运动，时间就会发生膨胀，运动的越快，时间流逝的越慢。在引力场的等效加速模型中，靠近地球的物体等效速度更大，因此时间流逝更慢。这一结论与从时空扭曲出发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等效解释只在局部范围内成立，一旦考虑大尺度的引力场变化，就必须回到广义相对论关于时空整体结构的描述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的等效并不是巧合，而是物质与时空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。物质决定时空如何弯曲，时空决定物质如何运动。引力让时间变慢，正是这一相互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直接体现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会发现，引力并不只是让物体下落，让行星运行的力量，它还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时间本身。时间并不是宇宙中均匀流淌的背景，而是与空间一起被质量和能量深刻的改写。这正是相对论留给我们最震撼也最优雅的宇宙图景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若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